过去100年，人类医学完成了一项看似伟大，却并不完美的成就。我们成功让人类活得更久，却始终没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，那就是人是否能在生命的后半段依然保持健康。抗生素、疫苗、心脏支架、肿瘤靶向药，把平均寿命从40多岁拉升到了70多岁。但绝大多数人多出来的那10几年，并不是活力延续，而是与阿尔茨海默病、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骨质疏松和肌肉萎缩长期相伴。现代医学延长的更多是生存时间，而不是生命质量。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，科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一个曾经被视为禁区的问题，那就是衰老本身是否真的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。过去10几年，长寿科学领域陆续出现了几项颠覆认知的研究成果。最早的线索来自于热量限制实验。从老鼠到恒河猴，研究者反复发现，在不造成营养不良的前提下，长期轻度减少热量摄入可以显著降低代谢疾病发生率，延缓心血管和大脑老化。这说明衰老并不是一条固定速度的下坡路，而是可以被调节的过程。随后，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一类特殊的细胞，也就是所谓的衰老细胞。这些细胞已经停止分裂，却拒绝死亡，还不断释放炎症信号，干扰周围正常组织的工作。动物实验显示，只要清除体内一小部分衰老细胞，老鼠的肌肉力量、运动能力和认知水平就能明显改善，甚至寿命本身也会被拉长。这是第一次人类在实验层面证明，衰老并非只能被动承受，而是可以被主动干预。更震撼的突破来自细胞重编程技术。研究发现，只需要极少数转录因子，就能把已经分化完成的体细胞重新拉回年轻状态。近年来，科学家甚至在活体动物中短暂激活这些因子，让视神经、皮肤和肌肉出现年轻化迹象，而且没有明显增加癌变风险。这一系列发现让科学界逐渐形成共识，衰老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，而是由多个可以被修复的生物学系统共同决定的结果。当研究不断深入，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，无论是代谢紊乱、神经退行性疾病，还是肌肉和免疫系统衰退，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根源，那就是细胞内部的清理和回收系统正在失效。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了。2025年12月30日，硅谷生物科技公司 Redrow Biosciences 正式宣布，他们的长寿候选药物 RT2242 已经完成了首位人类受试者给药。这并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治疗药物，而是第一次在临床试验层面直接尝试干预衰老这一底层过程。为这一项目提供最大资金支持的是 ChatGPT 的创造者萨姆·奥特曼，他已经为此投入了大约1亿8千万美元。要理解这颗药的思路，需要从细胞内部的一套系统说起。每一个细胞里都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自噬的机制，它负责把受损的蛋白质和细胞器回收处理。这些垃圾最终会被送进溶酶体，一个类似焚化炉的结构。溶酶体内部需要维持高度酸性的环境，相关的分解酶才能正常工作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溶酶体逐渐失去酸性，焚化能力下降，垃圾开始在细胞中堆积。这些无法被处理的废物，尤其是在神经元中，会形成大量有毒聚集体，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重要诱因。过去的大多数药物试图直接清除这些有毒蛋白，却往往效果有限。而 RT2242 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，它并不直接针对某一种垃圾，而是试图修复焚化炉本身。在动物实验中，研究人员发现RT2242 可以恢复老化细胞中溶酶体的酸性水平，让长期停工的自噬系统重新启动，大量堆积的有害物质被重新分解和清除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作用具有高度选择性，它主要作用于已经出现功能异常的老化细胞，而对健康年轻的细胞几乎不产生影响。这种精准修复的特性使得潜在毒性显著降低，也让它在众多抗衰老尝试中显得格外突出。如果说这一切已经足够前沿，那么真正加速这场变革的力量来自人工智能。Redrow Biosciences 在研发过程中使用了专门为蛋白质工程训练的 AI 模型，对细胞重编程相关蛋白进行了系统性重新设计。实验结果显示，经过 AI 优化后的蛋白变体
其效率比自然版本高出数十倍。这意味着原本需要几十年反复试错的生物学优化过程被极大压缩，研究节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。目前，这项研究仍处于一期临床阶段，主要目标是验证安全性和基本机制，距离真正应用于大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但它已经完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第一次在现实世界中验证了这样一个理念：衰老可能不是不可违抗的自然命令，而是一个可以被理解、被修复的工程问题。也许在不远的未来，人类的体检报告将不再只停留在表面的指标，而是深入到细胞层面，对自噬效率、溶酶体功能进行评估和干预。当我们已经能够让硅片学会思考，让算法重塑科研流程，让细胞重新恢复年轻状态，延缓衰老，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若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哦。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的支持。